当地时间周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分别同印度外长苏杰生、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谈。这是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中方对印度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王毅表示，中印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应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影响双边关系整体发展。当前俄乌冲突让国际局势陷入动荡，中印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立场，双方同意应努力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动荡不定的世界提供更多正能量。外交部周五发布消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当天在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王毅强调，中印正确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方向，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各自的贡献。就此，王毅提出3点思路：一是要以长远眼光看待双方关系，双方要坚持两国领导人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判断，把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摆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双边关系正确发展方向。二是要以共赢思维看待彼此发展。王毅强调，中方不追求所谓单极亚洲，愿在南亚地区探索中印加合作，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互利共赢。三是要以合作姿态参与多边进程。王毅提到，今明2年，中印将分别主办金砖国家、20国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中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王毅强调，中印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相互支持，为坚持多边主义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结束与多瓦尔的会面后，王毅还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中印双方应加强沟通、协调立场，维护各自正当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各自贡献。苏杰生表示，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没有改变对中国重要性的战略判断，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使双边关系尽早走出低谷，持续推进两国务实合作。王毅表示，作为成熟理性的发展中大国，中印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应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影响双边关系整体发展。中印应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消耗；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排斥。双方要坚持两国领导人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重要共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处理管控好分歧，助力双边关系发展。苏杰生则指出，去年以来，印中保持外交、军事有效沟通。经过多轮军长级会谈和边境事务机制会议，两国军队实现了边境西段大部分地区脱离接触，应尽快完成剩余地区的脱离接触。双方认为，恢复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要在脱离接触基础上实现常态化管控，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误解误判。考虑到边界问题，它的解决需要耐心，需要智慧，需要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所以说呢，不能急。任何在边界问题上陷入一种短期，既能找着解决办法的这种想法，都可能是会导致更加负面的一个后果。把边界问题这个局部问题放在一个相对比较恰当的位置，好让两国在更大的这个战略性的问题上寻找共识，这样才是符合两国更加长远的发展的一个目标。在与王毅会面开始前，苏杰生周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推文，称自己在海德拉巴宫欢迎前来访问的王毅，他同时附上2人的合照。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苏杰生说，2人的会谈大约持续3个小时，以坦诚和公开的方式探讨广泛的实质性议题。I would describe our current situation as work in progress, obviously at a slower pace than desirable, and my discussions with FM Wangi today were aimed at expediting that process. The impact of the tens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n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has been visible in the last 2 years. This is only natural since peace and tranquility in the border areas have been the foundation of stable and cooperative ties. Indeed, we have agreements that were designed explicitly to strengthen this foundation and prevent the kind of situation that we are seeing today. 2年多吧，双边关系可以说是无这个战略互信，无双边互动，
无这个前进的动能。这种的双边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往来呢，还是这2年来的第一次。我想的话，这个任何的这样一种高层的对话，对两国增信实宜，将两国的关系尽量从非正常状态往正常的轨道上推进，是大有益处的。在访问印度前，王毅到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结束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后，王毅又访问了尼泊尔。有媒体形容，王毅这次访印之旅并不一般，其背后原因与目前的国际局势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德国之声周四评论称，中印关系目前似乎出现微妙转折，两国都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在联合国相关议题的表决中几乎投了一样的票，这似乎为两国关系缓和提供了一个契机。据外交部消息，在周五王毅与苏杰生的会谈中，双方认为中印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立场，应努力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动荡不定的世界提供更多正能量。双方都认为应坚持多边主义，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争端，严重关切单边制裁对世界经济及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印度外长苏杰生也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印之间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On Ukraine, we discussed our respective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but agreed that diplomacy and dialogue must be the priority. 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美西方试图迫使一些国家选边站。然而，在保持中立这一立场上，中印被认为是有共同话题的。印度一直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此前，美国联合多国盟友共同对俄罗斯发起制裁举措，得到了许多美方阵营国家的响应。其中，四方机制中的日本、澳大利亚都先后表示了对美国政策的追随态度，加入抵制俄罗斯的大潮。然而，针对美国对俄罗斯颁布的能源禁令，印度选择视而不见，继续与俄罗斯维持了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这让美方十分不满，甚至一度扬言要就此制裁印度。事实上，印度是俄罗斯武器最大的购买国，这令美方相当不满。此外，美印就印军购入俄罗斯 S-400的局域也悬而未决。有观察指出，近年来中印关系遭遇了不小的挫折，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双方的一些局部纷争，让华盛顿看到了挑拨离间的机会。特别是印度加入美方主导的四方机制，与美积极互动，甚至加强军事联系，都给两国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不过，印度社会近来集中出现了很多理性思考。印度论坛报最近刊文称，印中是时候修复两国关系了，两国关系不能受时空线事件的绑架，绝不能忽视大局。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指出，中印双方同为独立自主的新兴大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更需要有超越具体摩擦的眼光和格局。这一点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中显得尤为重要。我想的话，在俄乌问题上，双方未来合作的领域呢，主要包括，比如说如何应对整个国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的起伏，尤其是能源价格的起伏，如何应对国际交易体系或者支付体系这个信誉危机等等，这都涉及到两国的未来的崛起，是否能够崛起道路是否能够通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呢，作为两个新兴的崛起国，加强呢战略性的沟通。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您觉得王毅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访问印度呢？其实，自从2020年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爆发冲突之后，两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实现部长级别的官员赴访了。但是很显然，这次王毅突然访问印度，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处理中印之间漫长且难解难分的边界冲突。王毅在跟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谈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中印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应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影响双边关系整体发展。”这背后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印之间要将边界纠纷暂时放一边，因为我们两国都面临着共同且比边界纠纷更为急迫的大事情要处理。而在我看来，这个大事就是中印两国要共同面对和处理因俄乌冲突而导致的世界未有100年之大变局，或者说整个世界秩序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那么俄乌冲突之后，世界秩序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知道，二战结束之后，
也就是冷战期间的秩序，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各领导世界半边的两极化世界秩序。而冷战结束之后，虽然东方阵营解体了，但是随着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强势崛起，以及欧盟逐渐从西方阵营独立出来，整个世界秩序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或者至少是在向着多极化世界方向发展。然而，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不仅想要彻底整垮俄罗斯，把俄罗斯排挤出20国集团与联合国安理会，而且刚刚露出独立自主苗头的欧盟也进一步倒向了美国。拜登总统已经明确放话，俄乌冲突之后，世界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秩序，而且这个秩序离不开美国强而有力的领导。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想利用乌克兰危机的机会，将多极化世界秩序扼杀在摇篮当中，变成一个由美国以及西方领导的单极化世界秩序。而中国和印度不仅都是发展中的大国，是金砖国家成员，更是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因此，中国希望中印之间能够携起手来，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打一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保卫战。那您觉得这些年来一直被西方国家拉拢的印度，会跟中国联起手来维护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吗？确实，在中印两国屡屡因为边界纠纷而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印度加入印太战略、被纳入美日印澳4国集团之后，我们似乎很难看到这样的希望。但是我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这样的希望反而是出现了。大家知道，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表面上看来，美国怼中国似乎是怼得非常厉害，多是要求中国不得援助俄罗斯，甚至是不得跟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否则就要制裁中国。但是我认为，真正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觉得心里特别难受，而且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其实是印度的表现。拜登总统多次公开要求印度选边站，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为此，日本首相安田文雄甚至是专门飞往印度充当说客。然而，印度不仅没有参与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且6次在联合国投下了弃权票。印度还一如既往地与俄罗斯保持了正常的经贸往来，甚至是把这次乌克兰危机当成的是购买俄罗斯便宜石油与武器的天赐良机。我相信，经此一役，美国与西方不仅仅是对印度失望了，而是所谓的彻底把印度给看穿了。美方已经在心里面认定，印度跟西方其实并不是一条心。印度虽然实行了西方式的选举制度，但是在骨子里面属于东方文化圈的印度，并不认同，更不会追随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在碰到关键性问题的时候，印度仍然奉行的是独立自主与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而这也就注定了，面对意识形态至上的印太战略，印度压根就不会全身心的投入，只会在其中寻找机会，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美国与西方对印度的失望，恰恰就让中国看到了跟印度联手共同维护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希望。那您觉得在这次乌克兰危机当中，中国与印度携起手来，主要是为了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我注意到王毅在这次访印期间已经说了，中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中印携手合作，全世界都会关注。而且王毅这次访问印度的时机点，正好发生在美国总统拜登出席7国集团峰会与北约峰会期间。我认为这应该不会是巧合，它应该是单极化世界秩序与多样化世界秩序分庭抗礼的一个先声和一个典型表现。而在我看来，中印在这次乌克兰危机中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说是所要完成的任务，至少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面对美国与西方要求制裁俄罗斯的声音，中印将会联起手来共同说不，
而不会是单独面对西方的施压。第二，联手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经济上搞垮俄罗斯，在政治和外交上将俄罗斯踢出20国集团与联合国安理会。因为中国和印度都不希望看到一个衰落的俄罗斯。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不仅符合中印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有助于世界秩序的多极化。第三，印度和日本在陆场问题上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有印度的存在以及中国对印度的支持，日本要取代俄罗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梦想就难以实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不肯谴责与制裁俄罗斯，再加上中印的联手，肯定会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加不爽。美方已经开始扬言准备要制裁印度了。假如真的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因为印太战略而走到一起的美日印澳4国联盟机制将会走向裂解，或者至少是走向名存实亡。由特朗普执政时期扩展起来的印太战略将会重新收缩回到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拜登闪电访问距离乌克兰边境近80公里的波兰城市，继续高调释放反俄信号。曾负责暗杀伊朗军方高层苏莱曼尼的美军第82空降师，为何此时被派驻波兰？王文、张思南、张红深入解析。在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1个月后，俄罗斯国防部首度召开邀请国外记者参加的线下记者会，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的第1阶段行动主要任务已完成。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北约将其所有坦克和飞机的1%提供给乌克兰。北约到底有多少坦克、飞机可以提供？北约若提供坦克和飞机，会否最终被拖入这场危机？来看看报道。俄方表示，目前顿巴斯地区武装已控制卢甘斯克93%的区域和顿涅茨克54%的区域。在乌克兰战区内，共有127座桥梁被毁，均为乌军所为，目的是为了延缓进攻。乌克兰军队的导弹和弹药、燃料和食品的供应几乎完全停止。此外，俄国防部还表示，俄罗斯军队将对企图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行为立即作出回应。针对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行为，俄方认为其真正目的是将其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俄乌现在军事上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俄军呢不断的向前缓慢的推进，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明显的。在北约不下场的情况下，俄乌这场战斗事实上是乌克兰是打不赢的，但是它只是让它消耗战啊，要把俄罗斯拖垮，拖入一场所谓的持久战。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入第2个月，俄乌双方继续陷入僵持阶段。美国和北约不断加大对乌军提供军事援助的力度。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北约将其所有坦克和飞机的1%提供给乌克兰。他直言：“我们没法购买这些武器，只能是北约来决定向我们提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的一份来自乌克兰的广泛愿望清单则更加详细。清单指，乌克兰在过去几天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表示他们每天迫切需要各500枚美制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其他紧急需求还包括战斗机、攻击直升机和 S-300等防空系统。另外，文件中还列出2种类型的俄制战斗机，其中一种旨在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乌克兰要求每种飞机都要有36架。然而，不管是美国还是北约，可能都无法让乌克兰完全如愿。本周二，土耳其媒体曝光，该国严厉拒绝了美方非正式要土耳其向乌克兰移交其购自俄罗斯的 S-400防空系统的无理要求。有土耳其网友愤怒地发帖称，美国何不给乌克兰提供 F-35？最新数据显示，北约军备充沛，一共拥有约2万架军用飞机，其中美国的军机数量最多，为13247架。以军机种类来看，北约军机数量最多的是非武装直升机，有7126架；战斗机和截击机有3527架，其余的是运输机、武装直升机和特种飞机等。
因此，如果按照乌克兰要求的1%来计算，北约需要拿出约200架军机。另据北约方面估计，目前部署在乌克兰附近的俄罗斯军机在300架以上，以战斗机和攻击机等进攻性机种为主。还有技术分析指出，北约的军机大部分为美制，乌克兰飞行员没有经过培训，无法操作，而北约国家可以提供给乌克兰的俄制飞机仅有35架。此前，波兰表示可以提供米格29战机给乌克兰，但必须从美军在德国的军事基地起飞。德国和美国对此均表示拒绝。在坦克数量方面，北约装备坦克数量最多的依然是美国的6612辆，其次是土耳其3022辆，希腊1243辆。而对于欧洲传统陆军强国而言，法国406辆，德国266辆，英国227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媒体此前爆料，德军只有不到1/3的坦克可以作战，但也有军事观察家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因此，北约究竟有多少坦克具备战力，似乎谁也说不清。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实际上是很有原则的，不会援助所谓北约装备，不会援助 F-15、F-16，不会援助所谓欧洲战机，他们所能够援助的都是一些过去的苏制装备。北约给乌克兰提供的一些旧的坦克是苏制坦克。T72，甚至是再早一点的这个早期的这个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末的这样一些装备，事实上在俄乌战场上，那个俄制的装备都是 T90，可以说是最新一代的这个坦克。但是我们认为呢，这种旧装备能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觉得还是不要高估。目前，美国和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仍以导弹为主。英国本周就宣布再送6000枚导弹给乌克兰，包括反坦克和高爆炸性武器。德国也宣布提供2000件反坦克武器。美国总价值10.1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也已陆续抵达，包括反装甲和防空系统等。但唯独不见泽连斯基渴求的战斗机和坦克。泽连斯基的这个说法就很幼稚、很天真。北约的一个前提就是不要将俄乌冲突演变成俄与北约之间的这样一种世界大战。西方援助乌克兰肯定是有的，但是不会激怒俄罗斯啊，它是以维持俄乌冲突的可控为原则的。而且呢，我们认为呢，西方的援助不会改变乌克兰的战场上的这一些基本态势，乌方仍然处于军事上的这种劣势。泽连斯基的这种援助要求，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变得越来越无止境了。实际上它也会造成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审美疲劳，或者说军事援助的疲劳。另一方面，俄乌谈判仍在进行中。俄方代表团团长、俄总统助理梅金斯基周五表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乌克兰方面无法完全独立做出决定，才导致了目前谈判进展不乐观，而乌方还有意拖延谈判。梅金斯基强调，俄方坚持达成一个全面的条约，除了乌克兰中立地位和安全保障之外，还必须在乌克兰非军事化、去纳粹化、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地位以及其他一些立场上谈出结果，否则缔结条约是不可能的。乌外长库列巴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的立场是明确的，即停火、安全保障，不对领土完整做出妥协。库列巴认为需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以此要求俄罗斯改变立场。幻想普京突然撤军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不要幻想通过持久战就能把俄罗斯拖垮。毕竟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资源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从某种程度上讲呢，俄罗斯可以扛很长时间，不会垮的。西方的制裁只是有限度的限制了俄罗斯的行动能力，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会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是呢，就俄罗斯国内政治而言和俄罗斯经济而言，它有承受这场战争的这种能力。美国方面则表示，过去1个月中，美国最高国防和军事领导人多次试图与俄罗斯同行对话，但遭到莫斯科拒绝。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让世界上2个核大国对彼此的军事动向一无所知，并引发了对重大误判或战场事故的担忧。这自然也引发西方媒体对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向的好奇。据报道，自3月11号之后，绍伊古就未有公开现身，甚至有传闻称66岁的绍伊古可能健康出了状况。还有媒体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绍伊古可能心脏病发作。当地时间周四，俄新社等媒体发布了普京与俄安全会议常委举行远程碰头会的视频，绍伊古作为参会者之一出现在了视频画面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解释称，防长绍伊古现在有很多事要操心，一场特别军事行动正在进行当中。理所当然，现在不是参加媒体活动的好时候，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结束欧盟和北约多场峰会后，美国总统拜登周五马不停蹄前往距离波乌边境仅80公里的波兰边境城市热舒夫，并会见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军第82空降师。这也是波兰外交史上首次出现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在1个月内先后到访该国。俄乌冲突下，拜登在欧洲的一系列操作，真能组织起反俄包围圈吗？来看看报道。拜登在当地时间周五下午前往波乌边境城市热舒夫，这里距离乌克兰边境仅1小时车程，是乌克兰难民入境波兰的主要收容点和过境通道。拜登与波兰总统杜达共同前往难民收容所慰问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周五计算，已经有370万难民逃离乌克兰。此前，美国媒体报道称，拜登可能闪电访问乌克兰。但据美国《纽约邮报》报道，在热舒夫举行的一场简报会上，拜登声称他希望越过波兰边境进入乌克兰。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不会让我这样做。《纽约邮报》表示，拜登经常谈到美政府其他官员会控制自己一些行为，包括不让他回答记者提问等。而这一次，拜登并没有具体说明是谁阻止他入境乌克兰。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we can do from the outset is keep the democracies united in our opposition and our effort to curtail the devastation that is occurring at the hands of a man who, I quite frankly, think is a war criminal. 对于拜登称普京是战争犯的说法，俄罗斯方面表示这是不可原谅的言论。拜登还表示，已对俄罗斯实施世界历史上最严厉的惩罚性措施，新的制裁还将接踵而至。拜登此次波兰行的重头戏是慰问驻扎在热舒夫的美国第82空降师士兵，但被媒体称作秀意味浓厚。拜登先是探访了一家理发店，数名美军正在那里理发。随后，拜登进入军营食堂，和士兵们坐在一起吃披萨，并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合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注意到，似乎是由于披萨太辣，拜登刚吃了几口后就立即拿起水杯喝水，还用餐巾擦眼泪。在同驻波美军讲话时，拜登再次失言，似乎在暗示将派美军进入乌克兰。And you're going to see when you're there, some of you have been there, you're going to see women.Young people stand in the middle of front of a damn tank, just saying, "I'm not leaving. I'm holding my ground." 对于这一严重失言，白宫方面迅速予以澄清称，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派遣美军，这一立场没有改变。此前，美方多次强调，美国必须置身于俄乌冲突之外，以避免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拜登此次探访的美国第82空降师也备受瞩目。2月初，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升级时，该部队就被临时部署在东欧，派遣官兵数大概在1700人左右。第82空降师创建于1917年8月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军队士兵来自美国的48个州，因此也被誉为全美师，成员均佩戴带有空降和 AA 字样的徽章。该师先后被部署在2战、越南战争、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的入侵行动以及对欧洲的干预中，包括科索沃战争。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也都不乏第82空降师的身影。2020年初，伊朗军方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军死神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暗杀身亡，当时执行任务的正是第82空降师。英国《卫报》认为，拜登对驻波美军的探访是为了象征性展示对东欧国家的支持。不过，外界注意到，就在拜登到访波兰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本月5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于本月10号分别对波兰进行了访问，这在波兰外交史上还是首次。观察指出，一直以来，由于历史因素和自身安全考虑，波兰和俄罗斯关系不佳。波兰被历任美国政府视为全球战略博弈的重要一环，承担着对抗俄罗斯的重要角色。1999年，波兰正式加入北约，直接导致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恶化。但波兰在美国盟友中的地位起初并不是很高，拜登上台初期甚至还一度冷落波兰。波兰政府也多次对美国外交政策不配合以示抗议。不过，随着俄乌冲突升级，美国将波兰推到对抗俄罗斯的最前沿。波兰也在北约和欧盟框架下多次对俄示强，主张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系，还推出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扣留俄罗斯大使馆资产、封禁俄罗斯大使馆银行账号等一系列举措。美国的前3把手都到乌克兰和波兰边界我把它称为叫做极限的拱火战略。走到这个乌克兰和波兰的边界呢，又不代表这个美国已经参与了
这场冲突，但是又象征性的代表美国支持乌克兰继续抵抗俄罗斯的这种军事的行动。这种措施呢，一方面呢实现了所谓美国的它的战略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折射了美国它本身的这种虚伪。据波兰共和国报报道，波兰各界都期待通过拜登来访得到美国的部分承诺和保证。波兰执政党一高级官员表示，波兰希望拜登此行一方面能够对波兰希望北约永久驻军、增加军备、提供武器等方面做出承诺，另一方面希望与美国讨论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可能性。波兰呢，它暗暗的在乌克兰的这个西部还有一些领土和利益的诉求。在乌西地区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呢，他们跟波兰呢有很多血缘关系，甚至自认为自己就是波兰人。所以波兰呢，它在这个关键时期，它体现出这样的一种这个积极性实际上也有它自己的更大的战略意义和战略的这种诉求。在前往波兰前，拜登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3联峰会，号召盟友们联合对抗俄罗斯。七国集团领导人和欧盟宣布了一项旨在防止俄罗斯规避制裁的倡议，并继续削弱俄罗斯央行调整外汇储备的能力，明确对俄央行的制裁包括其黄金储备。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周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签订一份历史性天然气出口协议，提出美国今年将向欧盟额外提供至少15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未来将每年至少向欧盟额外提供50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冯德莱恩表示，欧盟除了转向进口美国天然气，还希望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措施，未来几年替代掉17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进口，最终摆脱对俄天然气依赖。有欧洲网民讽刺，拜登此行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乌克兰，而是为了推销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美国《纽约时报》不看好美欧之间的能源贸易，发表长文指出，美国向欧洲输送更多能源的一个大问题是，天然气与原油不同，不容易装上远洋船舶，相关技术设备也十分昂贵。一个大型进口或出口终端的建造成本可能超过10亿美元，而规划、获得许可和完成建造需要数年时间。美国约有12个已被批准的天然气出口终端建设项目，目前都因为没有获得足够资金而停滞不前。因此，拜登政府向欧盟出口更多天然气的计划将会因为缺乏进出口终端而受阻。德国此前也强硬表示拒绝立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因为这将导致欧洲经济衰退。此前，俄方宣布天然气交易将以卢布结算，已经导致欧洲天然气批发价暴涨30%。美国政治新闻网评论称，尽管布鲁塞尔之行是拜登宣扬外交成果的机会，但他也揭示了西方应对俄罗斯的局限性。拜登对北约联盟持乐观态度，但拒绝乌克兰所要求的在其境内设立禁飞区的呼吁。他呼吁俄罗斯退出 G20， 但承认这可能不会发生。他公布了新的制裁措施，但承认他们起不到威慑作用，之前也没有起到。虽然其政府希望让欧洲停止依赖俄罗斯能源，但拜登也认识到这不能立即或完全实现。种种角度都可以看到美国在收割的这场危机但是实际上这场危机的这个背后体现出来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之势。所以实际上这个美国短期内可能会收获一些经济金融能源的利益，但是长期的损失的是美国霸权的公信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执新闻主笔张思南。张先生您好，面对北约设下的困局，俄罗斯该如何破局呢？俄乌冲突月满有余，两者之间鹬蚌相争的局面已然形成。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北约和西方世界大概率会是受益的那一方。美国坐实了鼓吹已久的俄罗斯威胁论，将自己以救世主的身份进一步嵌入未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重构之中。北约的意义也为欧洲国家所不得不承认，欧洲似乎将再次走上冷战式的零和博弈道路。而俄罗斯呢？俄罗斯依然挣扎在最初所追求的国家地缘与战略安全这一目标之上。与此同时，俄罗斯社会已经为此付出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体育乃至是动物、植物方面的代价，陷入了西方之界狂热的围剿和软隔绝之中。也许我们会去思考，从一开始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干？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俄罗斯又能怎么办？就这个角度而言，底线也许对于北约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俄罗斯而言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处于双头鹰的位置之上，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无法用小国生存术来合纵连横，但是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去显示气度和魅力，甚至在一些问题上率先示好并妥协。过去的数十年间，俄罗斯所表现出的亲西方主义正是这么做的。只可惜，在针对西方世界的示好中，无奈遭遇到的是将利益算计到极致的北约。于是，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一场滑稽的讨价还价。俄罗斯每一次寻求积极合作的示好，都被西方世界无所不用其极的蹬鼻子上脸。所以，最终俄罗斯只好收起细腻与感性，在被反复试探底线之后，最后的回应也只能是用极致简单明了的方式告诉西方世界，底线就在这里，不容逾越。而一旦逾越，俄罗斯也将不计手段、不计代价地维护自身。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是否是俄罗斯当前最好的做法呢？我不知道。就乌克兰危机而言，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对于俄罗斯而言肯定不是最完美的，但这一切未必也就是俄罗斯所希望的。国际政治没有如果，木已成舟，一切已然无法改变。但未来能不能更好，却是值得思考的。至少未来还有努力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不仅仅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也掌握在现在看来像是工具人一样的乌克兰人手中。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